周四，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声明，严厉谴责佩洛西窜台。声明指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不以美方一些顽固反华势力的意志而转移，不被台独分裂势力的痴心妄想而左右。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阻挠中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企图，注定失败。从周四12时至周日12时，解放军展开史上最大规模的台岛周边演训。为何划定选中6块区域，与以往演训有何不同？将取得哪些重大突破，备受外界关注。国防部周四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进行针对性演练，是对美台勾连的严正震慑。同时，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金边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指出，要坚决抵制美方的公然挑衅和政治赌博。中方当前和今后采取的综合措施是必要、及时的防守反制。王毅表示，美方践踏国际法，违背双边承诺，破坏台海和平，支持分裂主义，鼓吹阵营对抗，是对中国人民与爱好和平的地区各国人民的公然挑衅，是必然带来恶劣影响的一场政治赌博。王毅指出，佩洛西的表演是美国政治、美国外交和美国信誉的再一次破产，证明美国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破坏者，是地区稳定的最大麻烦制造者。这次事件是美方一手策划和挑起的，前因后果一清二楚，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为避免这场强加于中国的危机，中方做出了最大程度的外交努力。但同时，我们绝不会容许危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民族复兴进程，绝不会坐视美国打台湾牌，服务国内政治和政客的私欲，绝不会姑息在本地区制造紧张、挑动对抗和策动分裂。王毅指出，中方当前和今后采取的综合措施是必要及时的防守反制，是对挑衅者的警示，也是对地区稳定和台海和平的维护。各方应认清当前危机的肇因和实质，共同反对美方的冒险与挑衅，继续支持中方的正当立场与举措，共同维护地区和台海和平。同日，王毅还对七国集团外长发表涉台声明予以坚决驳斥。王毅强调，七国集团外长的声明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端指责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合理合法举措，他们何来这样的权利？谁给他们这样的资格？包庇侵权方、指责维权者，岂非多多怪事？值得注意的是，王毅原定在东亚合作外长会期间和 G7 成员日本的外长林芳正会面，不过会见被临时取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四对此回应表示，日本伙同G7国家和欧盟发表无理指责中国的共同声明，颠倒黑白，替美国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张目，中国人民极为不满。为此，中方不再安排中日外长在金边会晤。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没有任何资格就涉台问题说三道四。作为对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反制，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周二晚开始陆续在台岛周边开展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周四13时许，东部战区陆军部队在台湾海峡实施了远程火力实弹射击训练，对台湾海峡东部特定区域进行了精确打击，取得了预期效果。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当天还表示，东部战区火线军部队对台岛东部外海预定海域实施多区域多型号长导火力突击，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检验了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整个实弹发射训练任务已圆满完成，解除相关海空域管控。此前一天，东部战区空军出动预警机、歼击机、轰炸机等多型先进战机，从多机场战斗起飞到多空域执行任务，开展预警指挥、干扰压制、兵力静压等。而东部战区海军则在台岛周边海域进行多科目针对性演练。我们的联合军事行动，那么就无论是从这个演习的兵力上来讲，就是达到了陆海空。包括火箭军、战斗支援部队等等，这个联合作战的这种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第二个，从演习科目上也确实比较多，包括风控啊、对海、对空的这种一系列的科目，对于这个台独这个分子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慑。所以这也表明，这个人民解放军呢，具有捍卫这个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作为系列联合军事行动的一部分，根据新华社周二深夜发布的授权公告，此次军事演训从4号12时至7号12时，在台湾北部、东北、西北、东部、西南、东南以经纬度具体划定了6处海空域。国防大学教授孟祥清分析指出，这6大区域，平潭岛东部是台湾海峡最窄处，北边2个区域正好是台湾基隆港的外海，也就是说可以封控基隆港。
东边区域面对的是台军的花莲和台东2个军事基地，可以对2个军事基地形成打击之势。南边2个区域，一个是台湾所谓垦丁东南，正好扼守巴士海峡，等于封控了巴士海峡；西南则靠近高雄海空域，等于对高雄的军事基地形成封锁。整体看一下的话，等于这6个区域形成了一个对台湾岛的合围之势。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有重大突破的话，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范围广，这个范围之广可以说是我们过去任何一次对台独威慑军事行动前所未有，包括26年前那场的96年台海危机，跟现在比可以说小巫见大巫。第二个呢，可以说靠近台岛之近，也是前所未有的。军事专家张军社也表示，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划定6个演训区，进行海空联合训练、远火实弹射击以及长岛实射，充分证明解放军的锁岛能力。可以表明解放军完全可以控制台岛这几个出口。张军社还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此次演习首次组织航母编队威慑演练，构建海上立体作战体系。他特别透露，此次演习安排了核潜艇配合行动。联合报等岛内媒体也对解放军6个区域演训极为关注。除了报道解放军正以实际行动展现完全有能力锁岛，还援引台军方认为，解放军可能借此刺探台方如何反封锁，甚至测试美方会否再以航空母舰介入台海局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指出，解放军通过划定的演训区域已经表明，我们完全有能力拒止外部势力的干涉。你看北边呢，就是北部和东北部那2个区域，那2个区域是靠近冲绳的。那么美日要是干涉台海，这是干涉台海的必经之地，形成了震慑。如果再看看东南这个区域，等于是靠近巴士海峡，对吧？等于是美国进出南海的必经之地，等于对外部势力的这样一个可能的干预，也形成了一个震慑效果。所以我们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所以这次的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我认为不仅是针对性很强，而且呢，无论是对台独势力，对外部的干涉势力，都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公司官网显示，截至3号上午11时，桃园机场4号已取消51个航班，其中赴台航班26班，从桃园机场起飞航班25班。台媒报道，因应解放军军演，台当局交通事务主管部门还紧急研上因应方案，评估是否要更改航路高度，引导航班安全降落等，让航班能顺利运作。航运部分，高雄航港局就针对解放军军演发布航船布告，提醒船舶不要进入演习区域。孟祥青介绍，按照国际惯例，实弹演练原则上需提前3天对外发布预告，紧急状态下至少要提前24小时，而我们是提前了38个小时宣布的，符合国际惯例。主要考虑在实战演训中船舶撤离以及航线做出调整，确保不伤及平民，这也体现了我们负责任的态度。当然了，选择什么样的区域，在什么时间演习，包括在什么地方来进行演习，这主要是针对台独和境外的干涉势力，也要根据我们的演训活动的本身来统一安排。周四，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就我系列军事反制行动发表谈话时指出，中国军队说话是算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对海突击、对陆打击、制空作战等多科目针对性演练，组织精导武器实弹射击，就是针对美台勾连的严正震慑。我们正告美方和民进党当局，以台制华注定徒劳，挟洋自重没有出路，民意不可违，玩火必自焚。我们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和外部干涉留下任何空间。针对这个军事目标的这种演习既是一种实战演习，同时呢，也是对这个台湾的这个军方的人呢表明一种态度，就是说这个如果说真的事情发生到最坏的这一步的话，那么你们首当其冲肯定是打击的目标所以希望你们不要跟这个台独势力合作一定不要在历史的重大选择的时候选错队伍那么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威慑。外交部周四记者会上，有外媒提问说，中国总抱怨西方舆论炮制中国威胁论，今天军演中的导弹和武器是否是中国威胁的证明？发言人华春莹对此反驳道，这个问题是典型的西方个别人的思维，和中国威胁没有任何关系。华春莹表示，这里有个根本的是非曲直和原则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的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中国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佩洛西窜台的立场，并且指出如若成行，将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必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应对，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勿谓言之不预。如果任何人企图拿这件事情来作为证明中国构成威胁这样的一个证据的话呢，那只能说明他的内心是非常的阴暗的，因为他忽略性的、选择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他忽略了所有的一切走到今天都是由佩洛西不顾中方反复严正交涉，不顾各方的反复的劝告，一意孤行所导致的。华春莹还针对未来军演是否会成为台海局势新常态的提问表示，会不会成为新常态，取决于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会怎么做。他们一天不停止企图分裂中国的行动，中国就一天也不会停止坚决捍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来展现我们的决心意志和能力。中国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国家，我们绝对不会允许美方继续以切香肠的方式步步蚕食、虚化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绝不会允许美方以任何的理由和借口寻求逐渐改变台海现状。我愿再次强调，当前台海局势出现任何紧张，都是美方一手造成的。如果没有佩洛西窜台事件，就不会走到今天的局面。解放军划定台岛周边6个区域的实弹演习下午开始。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大校表示，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那么，管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呢？那么，在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还没有顶风窜台之前，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就已经硬气警告，对于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解放军绝不姑息，坚持反制，行动是最有力的语言。今天佩洛西还在东亚访问，那么只要他不装睡不装聋，一定会听到台海周边的隆隆的炮声，会对解放军的最有力的语言入耳入脑。今天施毅大校他的声明非常简短，但是结合新华社、央视等等央媒的密集报道，台湾防务部门相关的声明，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等国际媒体也都在援引国防大学战略学教授孟祥青少将的央视访谈。那么这次实弹演练它的大致图景已经清晰勾勒出来了。东部战区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等等多军兵种协同，专注联合风控，做对海突击、对陆打击、制空作战等等一系列实弹演练。所以我们看到那张标示台岛周边6处实弹演训区近乎封岛式的全方位的示意图，这2天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刷屏式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全世界的拭目以待。具体到第一天的演训，声明称这是针对台岛东部外海预定海域，这实际上也是外部最关切的一个特定区域。今天《纽约时报》的报道就特别指出，中国军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近锻炼对台岛实施封锁的能力。那么解放军其中一个指定演习区位于台岛东海岸，这是距中国大陆最远的一个地点。美报就引述华盛顿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中国力量项目的研究员哈特分析，这一地点设定，那么传递出明确的讯息，就是要旨在强调解放军的远程军力投送能力正在显著提高，具备合围台岛的能力。那么至于外界最关切的会不会过岛射弹，也就是常规导弹划过台湾岛的上空落入预定海域，哈特猜测可能性不高，他认为这构成所谓的极端升级事件。那么哈特推演的场景是向演习区发射舰载或者是空射导弹。但是台防务发言人孙立方今天就指称说，台湾军方掌握的发射动态判定是东风系列导弹由陆地发射，然后射入海中。当然现在我们还需要后续信息做进一步的补充，但是我个人认为哈特判定的可能性不高的说法，恐怕是出于他的思维惯性，是要打上问号的。施毅今天就表示，针对台岛东部外海的实弹发射训练任务圆满完成，那么其他方位所以外部世界还是要拭目以待。更加重要的是要完整全面的接收解放军这一轮围岛实弹演训对外释放的全部的信息。那么在您看来，这轮实弹演训对外释放了哪些重要信息呢？
中美元首上周通电话，谈到中美关系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强调，民意不可违，玩火必自焚。中国人民解放军当然是实践14亿国人强大民意的最坚实的力量保证。国防部长魏凤和6月间在新加坡相会上，向包括美国防长奥斯汀在内的与会代表撂下重话：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我们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军队的决心意志和强大能力。那么今天开始的解放军围岛实弹演练，就是向全世界再次集中展示这种超强大的决心意志和能力。那么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是国内军迷耳熟能详的亲切表达。今天诗意大笑，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的宣誓确认，也会让全世界对此再度强化认知。同时呢，必须要指出，针对环岛6大区域范围广、距离近、力度大、要素全的大规模实弹演训，实际上呢，也只是解放军组合拳回应的一部分，并非拭目以待的全部内容。从路透社今天发自台北的电稿称，中国大陆舰机多次穿越所谓海峡中线，到国际媒体纷纷聚焦无人机飞越金门岛，包括成为全球焦点的围岛式的实弹演训，实际上呢，都是在回应外部世界的一个重大关切。那么这一重大关切可以被概括为《纽约时报》昨天的一句话的追问标题：中国大陆真能武统台湾吗？真能，解放军完全有这个强大的实力与能力。至于触发武统的3大具体的场景条件，中国大陆早已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第8条写得明明白白。第一，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第二，将会发生导致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大事变。第三，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那么这又引出另一个关键追问：美国真能保护台湾吗？对此，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叫奥利安娜·马斯特洛，他的回答是不能。他在投书《纽约时报》的来论分析文章中就称，对美国无力保护台湾而担心的人不止我一个。2018年，美国国会授权的一份评估早已警告，美国直接介入台海冲突将会面临决定性的军事失败。多位五角大楼前官员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新加坡防长黄永红曾在美国阿斯彭安全论坛上特别向美方提出告诫，台湾问题是碰不得的深红线，是红线中的红线。所以在我看来，解放军坚定有力的回应组合拳，再次以压倒性的这种力量标示了这一道深红线的显著的存在。台湾退役中将帅化民昨天在岛内的电视节目中感叹，如果实弹演练多持续几天，那么岛内就将面临战略物资断供了。这就是台独势力逃不出的困局。但是呢，它绑架了岛内2300多万人的集体福祉。岛内以美谋独者，域外以台制华者，趁早面对现实，死了这条心吧。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对此，全球多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发表声明，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美方侵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而对于周三佩洛西发表声明，妄称他率美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是美国与台湾站在一起的有力明证。在周四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予以坚决批驳。我们经常听到美国政客说与谁站在一起，但是呢，历史和事实已经反复的证明，美国政客宣称与谁站在一起，他们就会把混乱和灾难带向哪里。看看当年的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富汗，再看看佩洛西曾经说过的要同他们站在一起的美丽风景线和那些港独分裂分子们，他们现在都是什么下场？对于美国务院不具名高官称，中方不应该以佩洛西访台为由，继续寻求改变涉台现状。如台海局势在此访后出现任何升级或危机，责任在中方。华春莹回应，美方的有关言论是典型的颠倒是非、贼喊捉贼，反映出了美方一贯的霸道和蛮横无理。他反问美方4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台湾问题的现状？第二，谁在制造台海危机？第三，谁应该对台海紧张事态负责？第四，谁在改变台海现状？
华春莹指出，中方已经反复明确表明佩洛西访台的严重性、危害性，并且明确指出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美方负责承担，勿谓言之不预。但美国政府和佩洛西唱双簧，一意孤行，美方恶意挑衅在先，中方正当防卫在后。中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正当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愿再次强调，当前台海局势出现任何紧张，都是美方一手造成的。其根源都是佩洛西出于一己私利，一意孤行，执意串台，严重违背一个中国政策。如果没有佩洛西串台事件，就不会走到今天的局面。对此，很多国家和很多媒体都是有十分清楚、客观和正确的认识，也都以不同的方式向美方提出了警告。美方如果真心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立即言行一致，不折不扣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遵守中美3个联合公报。值得注意的是，周三，七国集团外长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发表声明，妄称中方针对佩洛西访台采取的行动可能升高紧张局势，造成地区不稳，甚至呼吁中方不要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岸分歧。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相关声明就是现实中万恶无耻的活生生标本。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战争、动荡不安定，就是因为有这些恶，还有这些无耻。100年前有8国联军入侵中国，今天 G7+1 又是8方，想搞新8国联军吗？你们以为中国还是过去的中国吗？你们还能得逞吗？你们还能为所欲为吗？中国人民早已不再受列强欺凌和摆布。台湾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当今世界已经不是西方列强可以肆意横行的时代，台湾的事怎么办？14亿中国人民说了算。这几个国家的外长呢，显然还以为自己生活在120多年前的8国联军的时代。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帝国主义列强可以在中国大地上耀武扬威、为所欲为的世界。今天的中国也不是100多年前任人欺负、任人宰割的旧中国。他们的列强梦应该醒醒了。华春莹强调，第一，中国有权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一个中国原则是7国同中国建交的重要政治基础；第三，一个中国原则只有一个版本、一种含义，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第四，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以美国为首的7国集团成员都是侵略胁迫的形象代言人。事实上，这7国根本代表不了国际的声音。我们注意到，目前已经有上百个国家政府、政党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发声，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佩洛西窜访台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周三明确表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联合国所做的一切都以此为方针。Our position is very clear. We abide by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s, by the One China policy, and that is the orientation that we have in everything we do. 美国国内对佩洛西窜台的质疑也不断发酵。曾担任过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等职的资深外交官傅立明周三接受央视采访时强调，佩洛西此举是他个人的政治秀，无疑会加剧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不利于缓和中美关系。She's been consistent in using China as a political prop for her career. She's 82 years old. This may be the last important trip that she takes abroad. So I think this is very much her personal political agenda and style, and I consider it completely irresponsible. 傅立明认为，佩洛西此举更是带来了中美之间的信任危机。Whatever the reason, their statements about the One China policy have no credibility in Beijing anymore. 另一方面，面对中方一系列反制举措，白宫紧急踩刹车的举措更是耐人寻味。彭博社周四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拜登政府正试图游说民主党参议员暂停一部涉台法案的相关审议工作。据悉，该法案原定于周三审议，声称要将台湾地区列为所谓主要非北约盟友，并宣称在未来4年对台提供45亿美元的对外军事融资，妄图借此鼓噪加强台湾防务。彭博社称，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民主党籍议员莫菲表示，外交关系委员会将立法工作推迟到9月，而且可能会做修改。
知情人士还表示，拜登政府认为这部涉台法案会产生反效果，并会干扰美方数十年来对台战略模糊政策。我个人认为，这是美国的一个缓兵之计。他呢看到这个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中国大陆做出了强烈的这个反应，因此呢，在这个紧张关键的时候，美方呢希望呢降温，使这个局势不要失控的方向发展。我想这是他的一个目的。过一段时间，随着事态的缓和，美方还会继续审议这个法案的。彭博社另一篇报道还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对佩洛西在中美关系如此微妙的时刻依然坚持访台，试图将其当成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的做法感到恼火。早前他们曾派出高级官员私下劝阻，但没有效果。该知情人士称，当佩洛西的出访计划已经不可改变时，拜登政府转而为突发事件做准备，确保与北京的沟通渠道正常运作，并将有关影响降到最低。这包括美国官员与中国驻美大使馆官员之间的会晤。与此同时，佩洛西团队对于拜登政府也有微词，他们怀疑拜登政府之前故意泄露佩洛西将去台湾的消息，以阻挠他的计划。Internally, this is a mess. Obviously. I mean, that's the understatement of a day. The speaker was furious that the Biden White House leaked this to the Financial Times, which I think was a huge strategic mistake. 不过，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周三在节目上称，白宫与佩洛西不存在公开的不和。We've been nothing but consistent here at the White House that we respect her decision to go. This is her decision that we provided her, obviously, with support, context, analysis that she needed to make her decision. But I don't believe that there was a public spat over whether she should go or not. But you would concede that the White House tried to talk her out of it.That was pretty obvious. No, actually, no, I wouldn't concede with that. I think we gave her context and information. 值得注意的是，佩洛西周二晚抵台后，美国前驻华大使博卡斯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也透露出佩洛西与白宫之间存在矛盾。拜登呢，实际上他这种态度是向两面讨好，既这个对中国大陆政府有一个交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暗自里觉得拜登窜访台湾对他也有利，所以我们看到，拜登的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实际上是非常的，不明确的，是非常的矛盾的。此外，大陆采取坚决反制措施，公布最新的对台贸易措施。继周一晚紧急停止台湾100多家食品厂商产品输入，海关总署、商务部周三相继宣布，即日起暂停台湾地区柑橘类水果和冰鲜白带鱼、冻竹荚鱼输入大陆，暂停天然砂对台湾地区出口。去年，台湾对大陆出口占总出口量的42.3%，创下10年来新高。而根据台湾农业主管部门的数据，去年台湾外销冻竹荚鱼4226吨，其中2161吨销往大陆。台86%的柑橘类产品出口大陆，达到2483吨。而出口的9146吨白带鱼更是全部销往大陆，占比达100%。新的措施让岛内商户和民众对两岸经济往来受到的冲击忧心忡忡、哀叹连连，大骂民进党当局不顾民生。对于民进党而言的话，在政治上应该说是短期内是得分的。另外一方面，但是失的其实我觉得还是在战略上的，在长期的。我们也看到大陆采取了很多的措施。那我们看到像包括现在的实弹演习等等，也是为向台独势力发出这种威慑信号。下一步我们有可能会在政治、经济、贸易、金融、科技、人员交流，当然还包括军事安全领域，我们会对台湾当局施加更强大的压力。这点其实可以说是台湾当局必然会要面对的事。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在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外界都在关注中美关系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那么对此您怎么看呢？我知道，在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原本一度耀武扬威的美军，面对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的封锁台岛演习，也开始在言行上低调起来了。同时，拜登政府也在通过美国媒体刻意对外放风，披露一些围绕着佩洛西访台而在国会与白宫之间产生的矛盾，包括拜登曾经透过多种管道私下劝说佩洛西不要访台。在佩洛西不听劝阻之后，拜登甚至抬出了美国军方来压他，并将两个人的矛盾刻意公诸于众了。
我认为美方这个风是放给中国大陆听的，目的是要为佩洛西访台这件事情来降温，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而在我看来，美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所有参与台湾问题博弈的各方都承受不起台海局势彻底破局与崩盘的代价。美国承受不起他所领导的世界秩序，尤其是亚太秩序坍塌的代价，台湾承受不起自我毁灭的代价，而中国大陆也不想在这个关键性的节骨眼上中断自身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的进程。更何况中美两个都是拥核国家，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不仅远远超过了台湾，而且正在拉近跟美国的距离，这是美国不敢轻易在军事上跟中国大陆破局的理由。这就是参与台海局势的各方都不得不压制事态，不让它失控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也是我们所有关注台海局势、期盼两岸统一的中国人都必须要了解的基本国情与世界情势。那么，在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接下来的两岸局势又将走向何方呢？我认为，在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虽然中美两国仍然会小心翼翼地将关系维持在道而不破的相对平衡状态，但是对于两岸局势来说，这并不意味着船过水无痕。恰恰相反，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两岸之间的大风大浪与危机才刚刚拉开序幕。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些人或许会认为，中国大陆在处理佩洛西访台这件事情上，他的做法没有符合他们的预期。这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看问题不够深刻，不够全面，尤其是只关注了热闹的军事方面的动作而导致的。在我看来，这次佩洛西访台给两岸关系所带来的冲击波，绝对不亚于1995、96年因为美方允许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问康奈尔大学并发表演讲而带来的第3次台海危机。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两岸之间在经贸与人员交往方面远远没有现在这么频密，所以第3次台海危机给两岸关系所带来的冲击仅仅限于军事层面，而这一次这是从军事层面扩展到了经济、政治层面，我相信未来还将会进一步扩展到外事层面。而且对于佩洛西本人来说，他可以过把瘾就跑了，但是对于蔡英文当局以及整个台湾来说，却要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所有后果与代价。从中我们也可以再度看出，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并非一定要走到军事上彻底破局的那一步，在军事破局之前，我们还有大量的手段可以使用，包括政治、经济与外事层面的。从军事层面上来讲，此次的事态跟1996年的第3次台海危机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大家知道，1996年第3次台海危机爆发的时候，中国大陆也在台湾岛周边划定了6块区域来进行军事演习。这一次在佩洛西抵台后不久，解放军也做了同样的安排。但是不同的是，1996年台海危机发生时，解放军划定的6块演习区域都位于大陆沿海附近，2个临近台湾的区域也放在了距离基隆港与高雄港30公里的外海来举行。而这一次中国大陆划定的6块演习区域，这基本上围绕着台湾岛画了一个非常贴身的圈，对整个台湾岛几乎是形成了包夹与合围之势。同时96年划定的演习区域主要是用来试射导弹用的，而这一次这是解放军的飞机与军舰直接挺进到了这些区域。除此之外，跟1996年相比，这次的军演还有这么几个明显的不同。一是这次的军演大部分区域位于台方所谓的台湾海峡中线以东，意味着这条单方面划定的所谓台湾海峡中线已经在事实上被抹掉了。二是在这次划定的6个演习区域当中，有3个已经进入了台湾方面认为必须死守与碰不得的12海里范围，
这在过去的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第三，在这次演习期间，与演习所在的区域，无论是岛内还是其他国家的船只与飞机，都被明令不得进入。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封锁效应。而且中国大陆在军事上跨出的这一步，未来极有可能会常态化。也就是说，蔡英文当局所面临的安全环境将再也回不到过去的状态了。正在柬埔寨金边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四出席了东盟中国10+1以及东盟中日韩10+3外长会。今年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首次以线下方式举行。会议将进一步明确各方共识，加强团结协作，共谋复苏发展，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新动力。同时，东盟各国也纷纷表示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强调美方近日的行为加剧了台海局势，充分暴露了其言行不一和霸权行径。首先举行的东盟中日韩外长会是中日韩3国外长时隔3年再度线下会晤。会议上，王毅强调了各方携手维护东亚合作的正确方向。我们坚持10+3作为东亚合作主渠道的重要地位，坚定共促地区和平、稳定、进步的初心宗旨，着眼13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福祉。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适逢10+3合作启动25周年。25年来，10+3合作机制渐渐成为东亚合作的主渠道。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始终秉持亲诚惠容理念，成为引领东亚合作发展的重要引擎。2021年，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是日本、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韩国也分别是中国的第2、第3大贸易伙伴国，区域内相互投资活跃。王毅当天还参加了东盟中国外长会。王毅外长走进会场时，新加坡外长维稳用中文问候王毅，印尼外长雷特诺也特意走过来进行简短交流。会议上，王毅表示，面对国家安全形势动荡，中国东盟双方加强战略沟通，携手应对各种外溢效应的挑战，共同维护了本地区得来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点部署未来5年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我们将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地区和世界经济复苏提供更大的动能，为东盟各国提供更多的发展的机遇。分析指，本次系列会议关系到未来多年东盟在地区多边合作架构中的地位问题，包括维护东盟中心地位、推进多边主义以及秉持东盟方式，推进与各对话伙伴友好合作，防止个别国家带偏或绑架多边机制的既有议程，避免地区安全局势失稳失控。周四，外交部发布中国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立场文件，重申8点立场，表明中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和支持是一贯的、明确的，支持加强东盟主导的东亚合作机制，并支持印尼、泰国和柬埔寨3国办好20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亚洲智慧和亚洲力量。此外，东盟外长共同发表声明，提及台海局势。10国外长均表示，东盟准备好扮演建设性角色，推动和平对话。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拉索坤周三会见王毅时，对美国近日的行为进行了谴责，表示美方近日所作所为侵犯中国主权，违背自己所作承诺，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充分暴露了其言行不一和霸权行径。柬埔寨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支持中方在台湾、新疆、西藏等中国内部事务上的正当立场，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支持中方对美方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同日，王毅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及首相洪森时，赞赏检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王毅周三还在会见希腊外长登迪亚斯时，再次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登迪亚斯表示，在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际秩序方面，西中有着共同语言。希腊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有别的选择。结束对中国台湾地区窜访的佩洛西，周三晚抵达韩国。不过，韩国总统尹锡悦似乎有意避开，并未安排会晤，两人仅进行了通话。韩媒则担心佩洛西窜台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局势升级，韩国恐面临选边站难题。
而韩国外交部副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有关台海问题的提问时表示，台海和平稳定对本地区安全繁荣非常重要，韩国政府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据韩联社消息，韩国总统尹锡悦周四同到访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通电话时表示，佩洛西此访将成为韩美对朝延伸威慑力的象征。佩洛西则表示，韩美同盟在多个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佩洛西还提议两国携手构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据韩方公布的信息，当天通话时长约40分钟，双方就外交、国防、技术合作、气候变化等议题广泛交换意见。外界注意到，尹锡悦从本周一起开始休假5天。3号晚间，也就是佩洛西抵达韩国的时候，尹锡悦正携夫人金建熙在首尔的一家剧院观赏戏剧，与演员们开心合影并共进晚餐。此次接待佩洛西的是韩国国会议长金振标，两人于周四上午在韩国国会会面，双方就印太地区安全、经贸合作、气候变化等问题进行讨论，并发表联合声明。虽然尹锡悦选举期间曾极力向美国示好，上任之后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韩美元首会谈，创下了历届韩国总统最快与美国总统会面的记录。不过，尹锡悦在上任后也降低了对华的调门。分析人士认为，韩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政府不得不去考虑自己与中国之间未来关系的发展走向。韩国东亚日报分析认为，选择避而不见，韩国方面是为了避免麻烦。毕竟中韩关系最近很微妙，半岛局势也很微妙。据此前韩媒报道，韩国外长朴振将于本月访华，纪念中韩建交30周年。1992年8月2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次没有见应该是有意的，避开一种外交负担的一个行为。不久前，尹锡悦在听这个韩国外交部门业务报告的时候，也强调说，在这个涉华的问题上，应该避免中国产生误会。如果他这次见了佩洛西，等于是他自己制造了误会，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尹锡悦不愿意的。对于佩洛西窜台后紧接着就来到韩国的行程安排，韩国媒体普遍感到担忧。韩联社分析称，佩洛西登台导致中美紧张局势升级。鉴于韩国既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盟友，又与中国保持合作关系，协调管控对美对华关系成为韩国当前最重要的外交课题。韩国外交部副发言人安恩洙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韩国政府正在密切关注近期台湾海峡动向，台海和平稳定对本地区安全繁荣非常重要。韩国政府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立场。 대만 해협의 평화와 안정은 영내 안보와 번영에도 매우 중요하다고 봅니다. 우리 정부는 하나의 중국 입장을 유지하고 있습니다.